你说他为什么会看上我呢？真稀奇。大概是年幼无知，没见过世面吧。你有没有觉得从最里先出来就有2道视线一直在盯着我啊？可不是嘛，他现在还在你肩头，正对着你笑呢。逗你呢。昨晚去哪儿了？哦，帝君怎么起来这么早啊？用过早膳了吗？要不要我去准备一下呀？昨晚我有个朋友，他心情不太好，我去开导他一下。是吗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这10天是封闭训练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私自接触外界。是蒙少，我总不能不管他吧？看来你的朋友很多。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？不敢。不敢，你还私自打破结界，三心二意，心猿意马，像你这样如何能胜？你若不想赢，趁早跟我说，我也撤下结界，不必费心教你。我错了。真知错了？我不应该不知会一声就私自偷偷溜出去。以后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勤加训练，更加刻苦。那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哦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早上。哦。不够稳，太慢了，再快，快！一剑擎天，跳，回身，蛟龙探水，谁让你停下来的？我已经练了一整天了，帝君连个停字都没说，看来昨晚真惹他不高兴，今天就来公报私仇。不过练了一天下来，倒还有些成效。帝君，如今蒙着眼睛在雪庄上走路已经难不倒我了，如何能够睁着眼睛在雪庄上大开杀戒，且不被雪庄所困才能算是好汉？我觉得我现在必须要练的应该是如何视万物如无物。你在做什么？看来是万物如无物的境界，你还得好好练习啊！武艺较量怎么比都行，可这弹琴吹笛算什么宗学境界啊？我也劝阻过女君来着，可是女君执意如此。哎，你是主考官，到时候高抬贵手就行了。嘿嘿。可是我也不能偏袒的太明显了。你是一点都不会吗？以前你说过，只要我学会琴棋书画，你便答应我一件事，所以我北弄过一段时间，但是没学会，只会点皮毛。那便行，音律笔试我可以教你，到时候选一首简单的曲子，应该能糊弄过去。好啊，这次怎么个比法？这一次比的是琴笛合奏，届时我会选一首琴曲，比试者以笛与我相和。你是说咱们2人合奏？那太好了，到时候咱们琴笛和鸣，定会成为这梵音谷中一段佳话。你先试试吧，让我听听看。啊，好。要不换一首简单的？哦，听好了。你弹得有点快，我跟不上，要不然你先教我弹琴吧，或许能找到点灵感。也好，这音律皆是相通的，说不定会对你有所帮助。刚才那个手势，一个手一个手来吧。看好了。
不好意思，弄疼你了吧？我醒了。正好，将衣服松松，领口系得那么紧，其他处我都涂不到。我继续睡了。你这是怕我对你做什么？你都伤成这样，我能对你做什么？你要是真关心我的话，白天为什么不让我偷个懒啊？现在才过来跟我说这些，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还是在戏弄我？我才不会上当。所谓修行，自然是要你亲自跌倒，再亲自爬起来，才见修行的成效。小白，我总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在你身边，助你遇难成祥。说的好像我就跟个脓包一样。我在掉进这个梵音谷之后，没有你我不一样活得好好的吗？还这样说，甚至遇到你之前，我都没怎么受过皮肉苦。我进来这一身的淤伤，还不都是你折腾出来的？没有我的天罡照护着，在你掉进梵音谷口时就已经粉身碎骨了，也无需指望我来折腾你。那还不是因为小燕她有情有义，垫在我。你原来没有不管我。天罡照对于尊神而言有多重要，早有所耳闻。你一直将它放在我身上保护我，那它现在在哪儿？我是说，它保护我这么久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但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我身上，实在是不稳妥，还是应该取出来还给你。还给我做什么？这东西只是我仙力的衍生之物，待我羽化，自然灰飞烟灭。羽化？你也会羽化？为什么会羽化？如果一定要羽化，是什么时候？天地启开以来，还没有什么劫难会危及到四海八荒的生灭。如果有，那这一天就是我羽化之时。不过这种事起码要再过几十万年，你也不用现在就担心的哭出来。我才没有担心。现在你的手背上也不怎么起口子了，为什么还随身带着这个木芙蓉花膏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手上经常起口子。糟了，帝君不知道我是小狐狸，这件事除了他近旁服侍之人和小狐狸，其他人应该都不知道的。哎，木芙蓉花膏不就是治一些皲裂的吗？你这木芙蓉花膏做的真好，这么均匀啊！我从前养过一只小狐狸，是他做的。哦，这小狐狸爪子可真够巧的。木芙蓉花膏做的好香啊！啊，你干嘛往我脸上抹啊？听说这个东西对驻颜有益，不要浪费。那就有福同享好。啊，还想往我脸上抹？我该涂哪？别动！这就是世间最尊贵，我曾经最为崇拜的神器——东华帝君。不是说有福同享吗？怎么不涂了？我要睡了。你不洗洗再睡吗？我明天起来直接洗棉被。今夜的帝君有些不同。帝君走之前都帮我弄干净了。
即使桃花酿再美味，酒多伤身，本君不许小酒如此贪杯。只有这小红柚真饮，才与你这四海八荒独有的小红壶最相配，入口顺滑，更甚鲜酿。快过来，与本君共饮。帝君为何突然变了节奏？考官抚琴，快慢随心，变化多端，考验应试者的应和能力。应试者需对琴声的变化做出预判。那如何做出预判？知晓抚琴之人的心声，可以更好的和琴声相合。笔试时，你要时刻洞悉考官的神情和动作，以便更准确的做出预判。哦。你当真把凤九当徒弟来教？你可有问过凤九那丫头为何那么想要那频婆果吗？哎，那魔族的小烟魔君跟凤九倒十分亲密啊。不过也对，两人落入梵云谷以后朝夕相对，说不定……那个人已提姬恒参赛，与小白无甚干系。你又说了，你这定力我可真是佩服，不愧是八荒六合的天地共主。承让了。帝君，我以为这几日我跟帝君的关系缓和不少，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这样冷淡？难道之前的种种都是我做梦吗？你那么想要那颗频婆果，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尝过，所以想拿来尝尝味道。是拿来做频婆糕吗？可能吧。得到频婆果原本是用来生死人肉白骨，但将频婆果做成糕点会不会影响它这个效用，还当真没研究过。这要怎么回答帝君啊？燕池屋最近想吃频婆糕？小燕吗？可能吧。小燕她只是不喜欢吃赤豆、绿豆和姜粉，大概别的都吃。他为姬恒参赛，置你于何地？他替姬恒参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你是说上次他帮我一起偷频婆果这事吧？没关系的，我们俩都已经说好了，只要拿到频婆果，我们一人一半。这样，你也愿意？当然愿意了，因为不管谁赢都可以拿到频婆果，这样一人一半的话，也是最圆满的办法。帝君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不断打听小燕啊？莫非是……差点忘了，帝君当日同小燕换住到疾风院，是为了刺激姬恒。如今定是远没有达到帝君想要的效果，他着急了，所以他才担忧小燕的问题。可笑我还以为这几日帝君是因为我。既然知道症结了，不如我来做这个好人，帮帝君一把。帝君如此骄傲，万万不可点破他的心思。帝君，不如这样吧，反正都快要决赛了，你就把这个结界给撤了吧，这样也方便有人来探望。一来呢我们安心，二来呢有人也安心，实则是两全其美之举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怎么又多加2层啊？难道是因为我戳破他的心思，让他恼羞成怒了？